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乔·拜登证实，我计划竞选连任。英国《每日电讯》，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根据他在白宫复活节彩蛋卷上的评论，他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总统在接受 NBC 的 Al Roker 询问时拒绝正式宣布，但表示他将参加至少3到4个复活节彩蛋卷，也许5个，也许6个，什么鬼？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计拜登将竞选第2个任期，但他的声明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最远的。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那又怎样？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商务系主任威廉·莱因斯 William Range 表示，美国正在其贸易政策中树立不良先例，并有可能通过反映中国的经济策略来损害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保护主义，即通过保护美国工业免受竞争来促进美国工业，是问题之一，而通过国家安全视角看待贸易政策的愿望是另一个问题。民族主义立法的激增可能使其他人激励了我们成为其他国家加强保护主义活动的借口，破坏国际法律和秩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 Adam Paulson 等人认为，美国奉行侧重于回流和制造业等保护主义因素的政策，从而无视长期存在的经济原则，并可能延长 COVID-19 大流行对美国经济表现的影响，从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莱因斯指出，现行的世贸组织规则规定了国家安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在滥用国家安全，在这种联系脆弱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美国在世贸组织输掉了钢铁和铝关税争端，并对这些裁决嗤之以鼻。关于美国降低通胀法案限制的诉讼，包括国内含量要求和美国组装生产要求，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路易斯维尔银行枪击案，5人死亡。英国独立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家银行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袭击发生在周一早上，警方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30分左右首次收到枪击事件的报告。肇事者尚未被正式确认，似乎与路易斯维尔市中心的旧国家银行有某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的性质尚不清楚。远警还不确定射手是如何死亡的，尽管他们和袭击者之间发生了交火。警方后来证实，枪手患有心理健康问题，枪击事件正在作为工作场所暴力进行调查。另据报道，8名受伤者中有1人是远警。州长安迪·贝希尔 Andy Beshear 在枪击事件中失去了一位朋友，并在附近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他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同情。尽管乔·拜登总统尚未就这一事件发表正式声明，但有报道称他已经听取了有关情况的简报。枪击事件发生在一名枪手在明尼苏达州一家银行劫持多人为人质后不到2周。一旦警方设法控制了局势，这一事件就没有人员伤亡。肯塔基州拥有美国最糟糕的枪支法律。英国独立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中心一家银行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4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据了解，枪手在与警方交火时在现场死亡。据认为，肇事者可能是该银行的前雇员。肯塔基州关于枪支拥有权的法律是美国最宽松的法律之一，不需要对手枪购买进行背景调查，没有对枪支弹药的规定，国家只在某些情况下限制人们公开携带枪支。去年，肯塔基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人们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携带隐藏的武器。总体而言，根据宣导组织 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的研究，肯塔基州是美国枪支暴力发生率最高的6个州之一。独立报的分析表明，枪支拥有率高、限制宽松的州特别容易受到枪支暴力的影响。然而，最近的枪击事件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加强枪支管制，即使在保守的美国南部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也是如此。例如，在田纳西州，
共和党是图区竹纳什维尔最近发生枪击事件后参与枪支抗议活动的一群民主党议员，这引起了全国性的批评。立法者在抗议期间穿着防弹背心，旨在强调共和党反对更严格的枪支管制。独立报、环报道说，特别是学校枪击事件，导致一些共和党代表呼吁在校园内携带武器的更多自由。在肯塔基州，共和党人和全国步枪协会支援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废除该州大学和学院的无枪区。美国最近备受瞩目的枪击事件清单。多伦多星报，今年美国各地发生了15起大规模杀戮事件，其中除肇事者外有4人或更多人死亡。最近的事件发生在周一，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有4人在市中心的一家银行被杀。其他值得注意的枪支暴力事件包括3月在奈什维尔的圣约学校杀害3名成年人和3名学生；1月份，北加州2个蘑菇农场连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7人死亡。去年11月，在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的沃尔玛举行的员工会议上，6人死亡，6人受伤。在大多数情况下，肇事者自杀或被远警枪杀。今年5月，一名白人枪手在纽约布法罗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的一家超市杀死了10人，并打伤了其他人。他被指控犯有联邦仇恨罪，如果他被定罪，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与此同时，最近公布的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各地的仇恨犯罪上升了 17%， 连续第3年增长。在执法机构报告的7175起事件中，针对犹太人、穆斯林、黑人和 LGBT 人群的犯罪占大部分。去年的数位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数位，也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百分比增长。专家表示，这些数位并不一定反映实际犯罪数量的增加，但表明受害者挺身而出的意愿增加，执法机构在识别和报告仇恨犯罪方面的努力有所改善。美国的新旧种族时刻。华盛顿邮报。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今天的美国在种族构成和权力结构方面与100年前不同，但自那时以来，美国政治的核心驱动力一直是不同种族群体的相对权利。100年前，美国黑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白人权利被明确而普遍地编纂成法典，而今天白人权利被隐含地、更零星地嵌入其中。这种转变，唐纳德·特朗普为更明确的种族言论提供了掩护。特朗普的目的是为更公开的种族语言提供基础掩护，并指出白人保守派长期以来一直感受到的四面楚歌感，这种感觉在 BLM 时代激增。最近的事件，如2名黑人议员被驱逐出田纳西州众议院，以及德克萨斯州州长最近承诺赦免一名被判谋杀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的男子，这表明这种种族构成以一种通常难以解开的方式将年龄和政治交织在一起。年轻的美国人不太可能是白人，更有可能是民主党人，这使得以种族主义的方式针对他们变得更加容易，而种族多样性的增加和种族分化程度的不那么明显，意味着美国已经从将其种族分歧定义为白人、黑人到将其框架为白人、非白人。因此，许多美国白人现在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四面楚歌，并准备将自己视为相对于其他群体的歧视的受害者。将黑人立法者赶下台，或将黑人官员视为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者，或赦免谋杀亲黑人抗议者的人，是对白人保守派所感受到的那种四面楚歌感的重叠反应。尽管今天影响种族权利的制度有所不同，但在许多方面，潜在的情绪仍然是一样的。我们对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的了解。Axios， 五角大楼的高度机密档最近在各众社交媒体网站上泄露，包括 Twitter 和 Telegram， 提供了对美国与盟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洞察。虽然这些档的可信度仍在评估中，但美国司法部已开始调查，以确定它们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一些泄露的文件出现在 Discord 上3月初，而其他可追溯到1月的档似乎更早发布，但它们的来源仍然未知。泄密事件包括大约100页的档，
包括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评估、美国对乌克兰政府和军事领导人的间谍活动、美国对俄罗斯政府情报的了解、对包括以色列和韩国在内的盟友的间谍活动，以及美国监视其盟友的努力。一份档表明，来自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的特种作战人员不到100名活跃在乌克兰。乌克兰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 Mikhailo Podolyak 对泄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些档的有效性仍未得到证实。波多利亚克指责俄罗斯是泄密的幕后黑手，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对此表示反驳，称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卷入乌克兰冲突毫不怀疑，这是引用崛起。泄密事件使美国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俄罗斯大部分数据的假定主体弄清楚资讯的来源，可能会损害情报工作。如果泄露的档得到认证，泄密也有可能损害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官员会担心他们的秘密被泄露的可能性。加州改革迫在眉睫，美国家用太阳能安装商准备迎接经济放缓。路透社支援该州开创性住宅太阳能电池板发电能力增长的加州面板拥有者的补贴将减少，威胁到全国太阳能安装行业的前景。加州拥有的 4GW 太阳能容量占美国家庭太阳能容量的 38%。目前，超过150万户加州家庭配备了太阳能设备。SunPower 和 Sunrun 等国家太阳能公司预计将在政策变化之后看到安装放缓。政策变化将不再以更高的每单位剩余电力的全额零售率奖励房主，而是根据公用事业公司从其他清洁能源购买电力的成本获得降低的费率。加州太阳能业主的投资回收期将延长至约9年，而目前最长为5年。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表示，这项改革将导致住宅太阳能增长的重要过渡阶段出现局部停滞。特朗普对彭斯必须向1月6日大陪审团作证的裁决提出上诉。彭博社，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挑战3月份提出的一项法院裁决，该裁决旨在确定传唤前副总统麦克·彭斯 （Mike Pence） 出席联邦大陪审团对特朗普试图质疑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调查的合法性。华盛顿特区联邦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 （James Boasberry） 在副总统提出的一项索赔中裁定支援彭斯，该索赔援引了立法特权，反对他的传票作证。然而，在法官作出决定后，彭斯证实他不会恢复任何上诉。彭斯的参与与他的角色受到前总统特朗普的压力有关，要求国会停止对乔·拜登总统于2021年1月6日获胜的认证。特朗普一再试图阻止前政府工作人员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努力。彭斯的传票是司法部特别顾问杰克·史密斯更广泛调查的一部分，负责监督联邦刑事调查，调查特朗普或其政府中的任何人在离开白宫后是否错误地处理了机密材料。此外，史密斯正在调查是否有人试图阻碍国家档案馆和司法部获取美国政府记录的努力。特朗普的这一最新举动是在几个月的法庭拒绝和检察官要求证人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的努力的持续抵制之后采取的。特朗普似乎试图依靠行政特权，没有明确的先例支援前总统的这一说法。4月4日，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拒绝了特朗普要求立即下令阻止几名前白宫工作人员在全面上诉期间提供证词的请求。案件和调查仍在继续。斯特利必须与摩根大通一起面对爱泼斯坦的索赔。金融时报，摩根大通前高管杰斯·斯特利 （Jes Staley） 将与他的前雇主一起接受审判。该诉讼涉嫌与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有联系。斯特利被该银行的律师指控未能披露他参与爱泼斯坦的性犯罪。纽约法官表示，这些说法与据称爱泼斯坦受害者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对摩根大通提起的诉讼密切相关。这些案件将于10月一起审理。该银行被指控通过维持爱泼斯坦作为客户从人口贩运中受益，尽管内部警告他的行为。摩根大通的律师称对银行的索赔毫无根据，并试图让斯特利对可能判给他的任何损害负责。
该银行正在寻求收回他数千万美元的工资。Staley 将于本月晚些时候接受摩根大通律师宣誓的讯问。美国公司面临自新冠疫情停摆以来最大的利润下降。金融时报根据 FactSet 的数据，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利润将下降 6.8%， 这是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一下降归因于获利率挤压通胀和经济衰退的担忧阻碍了消费者需求。尽管包括能源和非必需消费品在内的一些行业表现良好，但其他行业的需求不佳，挤压了盈利预期，预计材料行业将受到最大打击，预计下降 35.6%。分析师预测服务支出将回升，他们预计这将受到酒店业和航空业的推动，非必需消费品和工业预计将保持强劲。然而，美国银行日益倒闭可能会使中小企业处于不利地位，这些企业无法获得与大公司相同的资本管道。华尔街的负面前景掩盖了标准普尔指数自2023年初以来上涨 6%， 尽管只有20只股票占涨幅的 90%， 而该指数的其他部分表现乏善可陈。利率预期下降提振了大型科技公司，但掩盖了市场一直低迷的其他领域。预测人士此前预计利润将下降 0.3%， 尽管预测通常每个季度都会下降，但本季度的降幅比过去5年更大。美国8000亿美元的气候挥霍正在培育一个新的游说生态系统。经济学人，去年美国能源行业的游说总额接近3亿美元，达到2013年以来的最高点，部分原因是通货膨胀降低法案 IRA 和两党基础设施法。IRA 错误地降低了通货膨胀指标，为脱碳部门提供了3690亿美元的直接补贴，而两党基础设施法则为清洁基础设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现在充斥住游说兴趣的机构包括财政部和国税局，税务专家正在努力理解。能源部还必须在未来10年内应对数十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施舍。整个清洁能源行业从2013年到2020年的每年花费2400万美元增加到仅在2022年就超过4700万美元。绿色法律带来的新复杂性导致一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受追捧。Boundary Stone Partners 等专业咨询公司正在翻译各众团体的语言，以促进更好的沟通。通过为公司撰写30页的提案，这些公司被认为能够成就或破坏一家公司。专业咨询公司为公司提供了备受追捧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游说者和绿色投资者需要采取更细致入微的方式来游说国税局的税务人员。能源专家和环保意识团体对新技术的无知，在越来越需要行业间合作的环境下，需求量很大。目前尚不清楚绿色游说者在华盛顿有多大的影响力。一些人认为，谨慎的游说可以说明政府在重要决策上提高效率。一些不赞成的批评者认为，能源法的成功为环城公路上沼泽般的入侵游说者提供了温床，因为更少的全职官员试图实现美国政府更广泛的金融、经济和环境目标。拜登和爱尔兰诗人希望与历史终生的爱。多伦多星报，乔·拜登总统将在即将访问爱尔兰的行程中纪念耶稣受难日协定25周年。这一事件结束了数十年的宗派暴力。拜登在他的许多演讲中都引用了爱尔兰诗人的话，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谢默斯、悉尼和威廉·巴特勒。叶芝，主要是悉尼，总统几十年来一直引用他们的话。悉尼因其抒情之美和道德深度的作品而受到高度评价。他著名的改编自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推推斯特洛伊的治愈》引用了希望与历史押韵的时代。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的一次早期演讲中，拜登指出他喜欢引用爱尔兰诗人或最好的诗人，并将悉尼列为他的当代选择。此后，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副总统期间引用了西莫·悉尼 Seamus Heaney 的作品，在他广为人知的2020年竞选视频以及许多其他演讲中。拜登10几岁时就开始背诵诗句，以说明他克服口吃。悉尼的《特洛伊的治愈》之所以受欢迎，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北爱尔兰冲突历史的洞察。这首诗于1990年首演，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 （Mary Robinson） 在1991年的就职总统演说中提到了这部作品，称他希望欧洲有一个旧伤口可以治愈的时代。用西莫斯·悉尼 （Seamus Heaney） 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希望和历史押韵的时代。此后，许多政治家都引用了这首诗，包括比尔·克林顿在1995年访问北爱尔兰时试图达成政治协定。谢谢收看美国简报，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专家，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请关注6度世界3w.6do.world。